中美当地时间周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海上安全问题举行的一次在线会议上激烈交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带兵大使驳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南海问题发表的错误言论，痛斥美国是对南海稳定最大的威胁。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周一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也明确提到，美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最大的破坏者。美国这种伪多边主义的行径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给东亚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周一举行海上安全问题公开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言中提及南海问题，他指责所谓南海霸凌行为，并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在这里爆发的冲突将对安全和商业产生严重的全球后果。Some may assert that resolving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the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the business, and even mo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member state to defend the rules that we've all agreed to follow and peacefully resolve maritime disputes. 布林肯这一说法随即遭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带兵大使驳斥，他批评美方无中生有，在南海问题上肆意挑衅。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中国同东盟各国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好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动辄把先进舰机开进南海，肆意挑衅，公开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是对南海稳定最大的威胁。美国自己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以公约法官自居，对别国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在海洋问题上毫无可信度。戴兵表示，安理会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美国在发言中提到南海问题，中方坚决反对。戴兵还表示，美国在安理会炒作南海仲裁案完全是政治企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越权审理，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明显错误，其所作裁决是无效的，没有任何拘束力。戴兵就海上安全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时指出，当前少数国家在亚太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地区战略，企图制造和激化海上矛盾，损害相关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这与大多数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愿望背道而驰。美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设立所谓的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那么这当中呢，过去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在外围，也就是在所谓的印太，所谓美国的盟国之间、北约盟国之间，对中国进行围堵。那么这当中呢，可能东南亚地区呢，可能是一个短板。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政府呢，应该说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压制中国、给中国制造和周边国家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场。所以它的战略目标呢，现在看得非常明确，就是要利用南海来制造和中国的这种矛盾，从而挑起中国和南海国家、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矛盾。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上周五晚出席第28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时，就重申中方关于南海问题立场。他表示，域外介入已成为损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周一，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在雅加达举行视频记者会。他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明确提到，美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最大的破坏者。美国这种伪多边主义的行径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给东亚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I urge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be somber reminded about prevailing trend of the times that is oriented wi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listen to the call of regional countries, return to the right course and engage the region in anti-pandemic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recovery. What the U.S. should do for the region is to send more vaccines and less warships, to do more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less to stir up trouble. 外界注意到，此次东盟系列会议上，在中国提出建设性方案时，美国却在搞破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仅当着东盟国家的面对所谓中国核武库的快速扩张表达关切，对新疆、西藏、香港事务指手画脚，还直接对东盟摆架子施压。不仅如此，美方近来的一连串行程显示出华盛顿在东南亚展开布局。7月底以来，美国防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对东南亚展开密集外交攻势，怂恿英法军舰轮番进入南海。近来，美国、英国等一些域外国家轮番上阵，搅动南海紧张局势，南海形势也确实呈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新变化。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吴世存周一撰文提到，今年初以来，拜登政府在继承特朗普时期南海政策的同时，又试图推出自己的南海新政。在军事上，美国开启又一轮军事部署的大调整，提出所谓综合威慑，并强调不会允许中国取得军事优势，正在向印太地区部署优势兵力。预计南海地区将是此次军事部署调整的重点。在外交上，美国有意将四国机制向南海延伸，扩大拉拢英法德等域外国家配合，拼凑印太版北约。而某些区域内外国家出于各自利益考量，几近成为美国试图在南海遏制中国的跟班。美国在南海的这个动作呢有所变化，过去呢更多的是美国直接派军舰在南海搅局。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呢变化一些手法，主要是不单他自己挑动中国的南海的这个主权，同时呢把他的盟友，你比方说甚至于像欧洲的一些北约的盟友，也想拉入到南海里边来。可能美国呢进一步呢还要挑动南海的周边国家，那么来和中国制造这种麻烦。所以美国的这些行为呢看呢，显然他的行为手法有所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要利用南中海问题，那直接来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同时也给中国的周边制造麻烦，从而来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围堵。近来，美国针对东盟地区安排了一系列密集活动，这种设计感十足的举动，据说是为了体现本届美国政府加大对东盟重视。然而，从美国频频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无端攻击抹黑中国可以看出，美国所谓重视东盟不过是幌子，它无关合作与发展，真实目的是在地区制造分裂，企图将东盟国家变为服务其遏制打压中国这一战略目标的棋子。东盟国家对此看得很清楚。新加坡联合早报不无讽刺地指出，华盛顿是在把北京定位为主要外交挑战后，超过6亿人口的东南亚才受到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还强调，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都希望与中美两国共同建立广泛的联系。东南亚国家实际上这点上呢也非常的认识得很清楚，就是美国是要通过南海问题来挑动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矛盾，所以这些国家呢是非常担心美国的这种行为搅乱了南海和平稳定的大局，所以看来南海周边国家呢也不会上美国的当，